如果你人在外國哈，但是注冊了一家美國 LLC 想開一個可以收美元做國際轉賬換匯、管理多幣種資金的一個企業賬戶，那麼 LYX 也就是空中雲匯呢，目前比較常見的選擇之一。嗨，歡迎來到鬱金香的頻道。上一期視頻呢，剛給大家講了人不在美國怎麼去注冊美國公司。這期視頻呢，我會帶大家從頭到尾呢，帶大家去看怎麼樣實際去走一遍空中雲匯的一個注冊流程它包括美國的 LLC 怎麼申請。EIN 怎麼填公司的地址怎麼填，網站需要準備到什麼程度，公司的股東呢和實際控制人怎麼填寫，個人住宅地址怎麼填，以及最後的護照和人臉認證。那麼這個 LYX 也就是這個空中雲匯的功能呢和 WIX 有一些類似，都可以做一個多幣種收款和國際轉賬不過這個空中雲匯呢，它更偏向於企業使用。那麼它除了这個Global Accounts 全球客戶管理以外它還有企業卡、費用管理、換匯國際轉賬以及 Payment 等功能。那如果你不是美國人，也沒有 SN， 但是手上有一家美国 LLC， 也可以申請这個空中雲匯。不過有美國公司呢，並不代表一定能通過，後面還有認證公司和個人的身份審核。那麼這期視頻我會把開戶過程中呢最容易選錯的地方也給大家講清楚。好，廢話不多說，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去看一下怎麼樣去注冊空中雲匯。這裡說明一點中國人呢沒有 SN 呢，是不是就不能注冊？這個問題可能很多人都會問按照空中雲匯呢2026年的美國站最新說明，那麼美國公司呢支持 LLC C-S-C-corp 等類型。而且官方明確提示，國際創業者呢注冊美國 LLC 以後呢，可以使用州政府注冊文件申請空中雲匯。所以說你不是美國公民人在外國，並不代表不能申請美國的一個空中雲匯。所以在正式注冊之前我建議大家可以先把資料準備完整最基本的就是公司的成立文件EIN 文件企業名稱、公司成立日期、公司注冊州、企業經營地址、企業郵箱、公司網站、聯繫電話以及公司的股權信息。個人方面呢，則最好提前準備身份證件、真實住宅地址出生日期和國籍等資料。如果公司已經開始經營，最好再準備一些比如說什麼顧客合同供應商合同合作協議或者 NDA。 這些資料呢，不代表注冊時一定全部會給你上傳但是如果空中雲匯的後台呢發 RFI， 也就是它就會要求你來補充業務的證明，那你手上前提是要有這些，會方便很多。前期我們要準備一個網站，現在其實做一個網站很簡单現在很多 AI 工具都可以直接幫我們生成網站。那之前我也有分享過怎麼樣做網站在這兒我會把相關鏈接放在視頻的右上角。這麼做的目的呢，就是讓人家搞懂看懂你是誰，你的公司是做什麼的，提供什麼產品或者服務，怎麼聯繫你，如果你是做跨境電商，產品價格聯繫方式、退換貨以及相關的政策，最好呢都比較完整。如果你是做諮詢或者軟件服務，也應該有比較明確的一個服務介紹。好，那麼這裡呢，當你這些資料都準備好以後，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去注冊首先我会把相關鏈接這裡空中雲匯的注冊鏈接呢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和置頂評論區有興趣的夥伴呢可以去點開鏈接接下來我們打開我的視頻鼠標往下拉，打開這裡打開描述欄，可以看到這裡空中雲匯的一個注冊鏈接，我們直接點擊進來大家通過視頻下方的鏈接打開這個空中雲匯，那直接就會來到它的一個首頁。首先可以看到我們進來的是LYX 的一個空中雲匯的一個美國站。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看到這上面呢可以去把它翻譯成一個繁體中文。接下來可以看到這裡呢，它有一個企業免費申請。那現在美國站的官方注冊指南裡面比較明確的建議呢，使用企業郵箱那個人的 Gmail 不是說絕對注冊不了但是呢，使用個人的郵箱呢，可能會觸發額外的一個人工合規的一個審核這裡呢，所以你有企業郵箱呢，你就去用你的企業郵箱，這裡直接點擊進去。如果說你已經有了公司域名比如說你有了郵箱这些有公司網站，那麼你可以把你公司網站比如說什麼.com这種郵箱或者說你的一個公司的一個名字这樣呢
公司的名稱、網站或者企業郵箱哈，都能夠把它对應起来啊，这樣看起来会更加的合规哈。名称啊，你的公司网站，包括你的企業郵箱哈，它都是用了同一个域名，那这樣看起来就更加的正規專業。這裡企業郵箱哈，你可以通過自己的網站主機，比如說這裡 Hostinger 的一個主機哈，你在建站的時候肯定需要一個主機啊，這裡相關鏈接哈，那都會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啊，你可以去通過這樣的哈，去你的一個企業郵箱服務來創建。好，接下來呢，我們這裡點擊企業免費申請，這兒我們是新用戶哈，可以看到這下面哈，你是空中雲會的新用戶哈，這兒就直接點擊註冊。好，這裡輸入我們的郵箱啊，點擊去申請註冊。那麼郵箱這一步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把你的郵箱保存好，不能隨便填寫哈，因為後面我們要做人臉識別，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來呢，平台會問你的公司規模哈，比如說你的公司大概是多少人。那麼目前呢，如果說你是有多少人哈，有100-200的員工，還是500家呢，你就按照你的情況去選。啊，那我們这兒呢就選擇1到10名員工啊，剛剛成立的一個公司，很多人呢都是一個人在做哈，按照你的真實情況去選就可以了啊，不要為了說讓公司看起來很大哈，明明只有一個人卻寫幾十個員工。這兒呢，平台會問你預計通過空中雲會呢每個月收取和轉出多少資金。頁面啊，通常這裡會顯示出幾個不同金額的區域。那這裡呢也是按照你的真實情況或者合理的預算填寫。這如果說你一開始有一個重點哈，如果說你一開始就填寫每個月超過100萬美元，那麼空中雲會呢很可能會問更多的問題，因為你的交易量越大哈，需要了解的業務情況就越多。那麼這兒也不是說明哈，你申請的時候選了一個月1萬或者5萬，那以後賬戶就永遠不超過5萬美元。假設以後公司的生意增長，那某個月做到了超過了5萬，那並不代表賬戶馬上就會被關掉哈，只是如果實際交易和申請時填寫的業務的規模差距越來越大，平台有可能要重新了解你的業務哈，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就不誇大，也不要故意壓低哈，按照目前的真實情況來填寫就可以了。好，接下來呢，他會問你哈，你最想使用空中雲會的什麼功能？看到啊，它這裡也是有好幾個選擇啊，比如說開本地的和國際的企業賬戶，進行國際轉賬、換匯、處理客戶的一個銀行卡付款和本地支付啊，發行企業卡和員工卡、費用管理、報銷啊、企業管理以及 PI 等啊。所以從這點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空中雲會呢，它比單純的多幣種收付款工具呢功能更加的完整。如果你的主要目標呢只是先來開企業賬戶收美元或者做國際的轉賬，那麼我們這裡優先選擇可以看到這第一個是開設本地和國際的一個商業銀行賬戶哈，第二個是處理來自我的客戶的信用付款信用卡付款以及當地的支付方式的交易，第三個是轉換資金並進行國際或國內轉賬，第四個是通過發票訂單服務以及基於使用量的一個計算方式來管理賬單事宜。那第五個呢是創建一個多幣種的公司和員工卡。那麼第六個就是管理公司卡的費用報銷事宜以及賬單第七個就是使用空中雲會的 API 解決方案並潛入金融產品。一般我們就先選擇第一個開設本地和國際商業銀行賬戶。那看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情況去選擇到這裡我們要注意一點，那看你實際上你要用到哪些，有的呢它主要是解決你的企業資金的一個賬戶多幣種的一個轉換還有就是轉賬換匯、企業卡等問題。那如果美國公司呢要啟用銀行卡的 payment， 目前呢空中雲會的官方文檔要求至少提供一名符合要求的美國關聯個人。如果說你的美國 LLC 完全由非美國居民持有，沒有符合要求的美國關聯個人，那麼不要認為他通過之後呢 Payments 信用卡收單也一定能同時開通。那麼如果你的目標只是拿到一個美元企業賬戶用來接收顧客的和國際轉賬或者管理多幣種資金，那麼你也可以先開下來就可以Payments 如果後面真正需要了，再從後台去單獨申請。好，再我們選一個接下來就點下一步，接下来輸入你的姓名、你的郵箱，還有設置你的密碼。好，這裡設置一個安全密碼，可以看到下面呢符合所有的條件。接下來我們點擊下一步，
接下來這裡輸入你的一個品牌的名稱啊，這兒我填寫一個。那接下來這裡就是你來自哪個國家哈，真實填寫就可以了，你來自哪個國家。好，接下来輸入一個你的手機號碼。這裡根據2026年的最新一個要求哈，就是空中云會的一個要求。那美國站呢，通常需要提供一個真實可長期使用，并且能夠接收短信的美國手機號來完成 SMS 的一個驗證哈。那這裡我們如果說你是要長期使用的話，你要用一個手機號碼長期能使用的，千萬不要去使用那種一次性接碼的那種號碼。好，這裡勾選一下，點擊下一步。好，這個時候呢，它會往你的手機上面發送一個驗證碼。這裡我們點一下驗證手機號碼。好，接下來可以看到賬戶已經準備就緒這裡可以去激活我們的賬戶直接點擊進去這裡你的注冊地點你的主體名稱這裡可以去添加主體你的注冊地點，你的如果說你不止一個主體，下面你還可以添加那這裡可以看到，一旦驗證開始，那此列表将被鎖定。好，接下來點擊下一步開始驗證。這個時候可以看到它這裡呢，請選擇一個適合你賬戶的一個計劃。那這涉及到一個套餐的選擇這裡可以看到它有3個套餐的選擇第一個是 Explorer 就是一個免費的一个套餐。第二個呢就是一個 Grow 就是一個成長版第三是一個加速版的方案。如果你是一個剛成立的小公司那這個免費的目前仍然它是$0不需要月費的一個基礎方案可以看到它裡面的一些相關功能它包含哪些權益這裡面比如說支持單個公司主體開設多個賬戶收取和管理20個幣種，那麼批量轉賬至120個國家，那賺取美元目標回報。這裡呢，境內外賬單批量付款。那空中云會的這個 Grow 版目前正在優化即將上線。之前它是這個計劃它是$100左右你以你當前看到的實際的為準。那更高級的加速版則是根據企業的需求定價。所以一般我們的新公司呢，你也可以選擇從這個免費的套餐開始如果你只是要多幣種企業賬戶就比如說要轉賬和一些基礎的一些功能所以沒必要呢一剛開始成立呢就買後面這種高級的套餐。當你的團隊後面變大之後呢，真正需要高級審批更多費用管理或者企業級功能的時候再去升級也可以。有的時候呢，它這裡面的一些套餐呢還會有一些活動，一些促銷活動，但是隨時都會發生變化這兒我們就直接先來免費的即將開始。好，再來我們來選一下公司主體類型這兒我們選一個公司這裡填寫公司的名稱或者注冊號這裡它指的是你的一個企業的法定名稱比如說你的公司州政府文件上寫的是什麼，比如說鬱金香比如說你的是什麼最後加一個 LLC 這裡就按照文件的原樣呢去進行填寫最後一定要把這個 LLC 加進去也不要自己去縮寫，更不要拿什麼品牌名字來代替公司法定的名稱這裡一定要準確因為這個後面空中云會呢，它會審核你的公司注冊的信息和 EIN 文件。當前美國的開戶幫助中心呢明確表示EIN 呢，它上面的一個企業名稱應該是和你申請空中云會的企業名稱呢標準必須要進行一個匹配你不能兩邊的名字不一樣。那麼當你找到之後呢，下面會顯示你的相關的一些信息然後點保存並繼續，這點可以看一下公司的一些細節，這些如果說你沒有弄好了，也可以直接保存並繼續。這裡填寫一下你的門牌號，填寫你公司成立的日期這裡保存並繼續它會讓你確認一下你的主體的一些信息這兒直接點確認。好，接下來可以看到你要去上傳你的一個營業執照所以這裡所有的相關文件你要把它都準備好。那它這個地方呢，可以有按照這個字列的一個模板，可以看一下，按照它的這種格式來進行一個上傳。它格式的要求比如說 PDF GPG 這些並且呢不超過20 MB 保存並繼續。好，接下來它會問你你的業務隸屬於哪個行業你的行業是什麼？可以看到，比如說電子產品家庭用品社交媒體等等教育方面的金融方面的。個人護理方面的那麼數字科技這個可以，你做什麼你就選一個什麼那你的平台提供直播服務嗎？提供就選是不提供就選否。
那再點一個保持並繼續。好，在這裡呢，接下來呢，產品描述描一下你的產品的相關的一些信息填寫到這個裡面就可以了。好，那麼這個地方呢，你可以簡單說一下你的公司是做什麼的，你到底是賣什麼或者提供什麼服務，你的客戶主要是誰，客戶來自哪裡以及你平時通過什麼渠道找到這些客戶你可以簡单寫，比如說我是一家小型企業我的主要是美國的小型企業，提供什麼服務我的客戶呢主要通過哪些來或者客戶介紹。如果你是做跨境電商的，你可以写我主要通過自己的在線商店向美国消費者销售比如說居家的一些什麼监控設備网絡攝影機等等客戶主要是通過 Google 或者社交媒体自然流量进入到網站购買。那麼在英文不好的朋友你也可以这個地方不知道怎么寫你可以直接截個圖直接問 GPT 我是做科技產品，這裡怎麼填寫。沒有 GPT 的朋友视頻下方也有 GPT 的成品賬號，你也可以去把你的免費版升级去代充成这個 Plus 版因為平時用的太頻繁。好，這兒我們就直接複製一下，把它填到這個裡面好，這兒如果說你有一些網頁你可以盡量多提供一些這樣有利於平台了解你的業務比如說你有公司網站，你有這個什麼 Facebook 什麼 IG 這些都可以把它这個選進去。但是這裡也並不提倡大家為了能夠開戶了一天之內臨時去造幾十個這種十幾個這種假的社交賬號這個重點在於真實因為網站的內容要和公司的業務一致空中雲會的官網自己也明確提示未完成的網站暫未網頁以及業務描述不清的網站都可能讓審核變慢，所以在準備開戶之前呢，花一點時間先把你的網站先整理好這兒怎麼建站上面我也有一個相關的企業網站搭建的一個視頻有興趣的夥伴可以在視頻的右上角去收藏這個視頻。好，這裡選好之後我們就點擊下一步。好，接下來就是填到你的一個收入和營業額，你每個月大概有多少營業額。同樣呢，一個原則就是真實填寫剛剛注冊的一個美國 LLC 沒有什麼營業額，就選擇你選擇真實填寫就可以了。沒有必要看起來故意去寫一個月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的美元那平常看起來誰填寫的營業額大就給他，不是誰填寫的營業額大就給誰開戶而是看你的整體的資料能不能互相解釋選好之後這裡就點擊下一步。那接下來呢就是說你的客戶主要是從哪些國家給你付款選擇你的一個業務地點你的主要商業關係在哪些國家就要把主要的國家填進去。那麼比如說你主要收美國客戶的錢，你就選擇美国，如果同時還有加拿大客戶在加拿大有英國和澳洲的就按照實際的業務選擇這裡好了之後就直接點一個保存並繼續。那麼接下來就是一個企業的主名单，我們需要了解貴公司的所有受益人和所有董事的信息比如說你的公司有幾個人，那麼你再添加進来，你的企業是否有第三方代持股份，那麼有你就選有，没有就没有點一個確認。好，這裡添加一下角色、董事、法定名，填好保存一下，點確認。那麼這裡他會問你的董事和受益人哪一個是你就選一下。那麼這裡空中雲會目前對美國公司的要求就是需要識別也就是說最終受益人一般直接或者間接擁有公司 25% 以及以上股權的人都是屬於需要申報一個 UD 的。那麼如果你注冊的是这個 LLC 公司100%都是你自己的，而且整個公司呢也是你負責管理，那麼這一步其實很簡單如果說你有2個股東呢，比如說你持有60%另外一個持有40%，那麼2個人都超過25%一般都需要按照真實的股權去進行填寫好，這裡點一個確認。接下來呢就是一個身份驗證，好，點擊下一步。好，這裡它需要你的一個身份證件，好，你的身份證信息這裡你的身份證信息，你的名字這裡點一個提交。好，接下来就是在你的移动設備上面去掃碼去進行一個身份認證。好，這裡呢直接去認證好了就 OK 了。提交完成之後，接下來可以看到我們就回到了空中雲會的一個後台。但是我們還要做一點，空中雲會還需要一個賬戶的一個安全性这裡一個賬戶安全去進行一個雙重身份認證那麼這裡企業金融賬戶注冊成功以後呢，我建議這個 2FA 呢一定要打開不要為了方便關閉各種安全驗證，因為這個賬戶以後管理的是真實的公司的資金
那麼這裡當你提交以後空中委員會它會開始申請你審核你的申請。目前空中委員会美国官網给出的正常时间大约是1到3個工作日就會在線填寫整個申請。如果資料提前準備好了，大約10幾分鐘就可以提交。那麼簡單的申請當天有的就能批准複雜的這種股權結構呢，高風險的呢，人工審核的情況呢，相對會更久一點。那如果說你的資料沒有準備齊全，那麼可以看到在後台這裡呢，它會這裡比如說有一些信息需要你去完善，那麼你就需要去完善一下該補資料的你就去補一下。那麼接下來呢，賬戶審核通過以後呢，我們先不要着急去把後台的所有功能就全部去把它研究一遍对于大多数做跨境電商海外收款或者使用美國 LLC 的用戶來說呢，空中委員會裡面真正最常用的其實就這幾個功能那我把這個重要的5個呢給大家講清楚知道它們分別是幹什麼的基本上這個後台呢你就能用起来。大家可以看到这裡一個全球收款賬戶，目前呢這裡我們還沒有啟用因為我們這兒還有一些信息呢沒有完善還沒有激活等到你的公司的資料和身份審核完成之後，這個空中委員會才會解鎖全球收款的賬戶，到時候我們就可以創建美元、英鎊、歐元等不同幣種的一個收款賬戶我們去把這裡可以逐步去把它完善。在這個全球收款賬戶裡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你在空中委員會裡面呢創建不同幣種的本地收款賬戶，把這些賬戶信息提供給你的客戶讓客戶呢給你轉錢。比如說你創建一個美元的收款賬戶，那麼系統就會給你對應的一個收款的信息，那麼美国客戶呢就可以通過本地銀行轉賬方式把美元付給你如果說你創建的是英鎊賬戶通常也會有對應的英國本地的收款信息所以說這種全球收款賬戶是一個它的核心作用就是給你一套可以对外收款的一个賬戶信息不管哪個國家的那你想收都沒有問題可以看到它支持的很多比如說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丹麥德國它可以看到可以及時充值、及時結算無交易限額。國內的一個銀行轉賬呢是0到1天。第二個可以看到這個功能左邊後台可以看到這裡有個多幣種錢包。那麼這個多幣種錢包呢，客戶呢他通過全球收款呢把這個錢打進來以後呢，那資金最終呢會進入到你的一個空中委員會的錢包比如說你收到了1000美元，它這裡面會顯示你的餘額。如果你又收到了5000歐元，那麼同時也會顯示一個 R 的一個餘額。不同幣種的資金呢可以放在同一個後台裡面統一管理不需要一收到錢就馬上全部換匯人民幣或者美元。那麼如果後面要支付歐洲的供應商，也可以直接使用歐元餘額。所以大家可以這樣理解，全球收款賬戶呢是負責收款的，那麼多幣種錢包呢就是負責把收到的錢呢放在裡面進行管理的這裡面你可以看到它開通60個國家和本地銀行賬戶，輕鬆收款。那麼無需設立本地的一個法律主體公司即可獲得本地銀行賬號和分行的一個代碼輕鬆收款。相關的支持的國家和地區呢，你可以直接點擊這個鏈接進來看這裡哪些地方支持的，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第3個功能就是下面左下角這個付款這個付款功能就是把空中委員會裡面的錢轉出去這個也是大家非常關心的比如說你的賬戶裡面有美元，那現在要給你的美國供應商支付貨款，就可以從這裡面去發起付款如果要給歐洲的供應商付歐元，也可以根據實際狀況呢先換匯，然後再把歐元轉出去。你也可以用這個功能呢處理其他正常的一些企業轉賬所以它的邏輯就很簡單把前面的全球收款的把它收進來的錢先收進來，把錢包呢把錢存起來，付款呢把這個錢再轉出去它這裡非常的一個這個功能非常的全可以看到換匯了它有個計算器比如說你有比如說你的1000美元可以換多少人民幣這裡都可以看到，或者說你的1萬人民幣可以換到多少美金這裡還直接會把當時的費率呢給你算出來它支持60多個幣種的兌換可向全球170多個國家付款這個是它的一個非常牛的一個支持所有的一些主流貨幣並且呢它還可以進行一個批量轉賬功能一次性向多位收款人付款，支持多種幣種批量付款，輕鬆提升效率。下面一個功能就是一個卡片管理。那這個卡片管理呢，空中委員會就可以給你的企業創建公司卡
具體能開哪些卡要看你的公司地區和賬戶的權限哈。這個功能對於做跨境業務的人來說也很實用，因為很多公司日常開支呢都需要用卡，比如說 Facebook 廣告Google App Shopify 服務器軟件的訂閱或者其他的一些企業支出。那麼你還可以根据不同的用途呢創建不同的卡，比如說廣告專用一張卡，那軟件訂閱用另外一張卡。如果有公司有員工，也可以給公司員工分配企業卡，同时設置一個額度哈，這樣公司花了多少錢，錢花到哪裡也更容易統一管理所以這種就是一站式的管理企業的支出減少不必要的支出風險团隊多成員共享卡片。第5個就是左下角最後一個收單，這個收單呢很好理解就是一個 payment 這個功能和前面講的全球收款一定要區分開。全球收款呢主要是讓客戶通過銀行轉賬給你付款，那這個 payment 呢更像是 Stripe 啦或者 PayPal也就是讓客戶直接在你的網站上刷 Visa 卡。或者你可以看到它这里使用了支付方式，比如說支付寶PayPal其他的相關的一些付款方式使用其他很多的这種支付方式来完成一個付款。比如說你是做獨立站的，那麼客戶在結賬的頁面呢，輸入銀行卡信息就可以直接付款這種就屬於收單大家要注意。通常還會有單獨的商戶審核，所以說如果說你只是需要企業賬戶和國際收付款，前期先把全球收款和錢包付款這些基礎功能来用好就可以了所以說在它的整個後台，在空中云会的整個後台其實你可以其實大家記住一句話就可以全球收款就是負責把錢給你收進來那這個多幣種錢包就是負責存錢和管理不同的幣種，付款就是把錢轉出去卡片管理就是拿公司的錢去消費，而 payment 收單就是讓客戶直接在你的網站上刷卡付款。那麼這一個空中云会的一個註冊後台一個功能講解了，基本上到這裡就跟大家講的差不多了。這兒空中云会的註冊鏈接我已經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和置頂評論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去點開去進行註冊。那如果說你現在已經有了這個Wise，那麼也不代表完全沒有必要再申請一個空中云会如果說你的公司條件允許，可以把空中云会来當成一個備用的一個企業賬戶，那麼多一個選擇呢肯定是更好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做跨境業務最終怕的就是一個收款賬戶假設你的外臨時要求你補個什麼資料，或者轉款暫時受到限制，而你所有的客戶和所有的資金呢都在這個賬戶裡面，你就會非常的被動。如果同時你有空中云会，至少你還可以把另外一個賬戶提供給客戶，業務呢不會因為單個平台完全停止只是給自己準備多一個賬戶備用其實對於真正做跨境生意的人來說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不是哪個平台絕對好用，而是你的整個資金體系不要過度依賴一家平台Wise也可以用，空中云会我們也可以用不管你申請哪一個平台其實在這裡有一個原則，永遠都是一樣的，資料一定要真實前後要一致，公司叫什麼就填寫什麼，EIN 是多少就填，那麼就填寫真實的 EIN沒有這個 EIN 的或者說 ITIN 那這兒我視頻下方都有相關的鏈接大家可以直接去點鏈接可以直接去購買，所有的真實填寫了什麼IP 地址公司業務這些所有的都按真實的填寫之後呢，整個空中云会的申請流程其實並沒有想象中那麼複雜。那如果說這裡你還沒有人，你本身人在外國你不在美國，你想要申請美國公司可以看我上一期视頻。還有一個你打算做跨境電商那麼你還不知道選哪個平台，那你也可以看我之前的一期視頻我們可以選擇 Shopify 獨立站相關的一個鏈接呢，我也會放在視頻的右上角。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呢對你有所幫助你也可以把它分享給你身邊有需要的朋友感謝大家的一個支持。那今天就分享到這裡，下期視頻再見。